宇轩，这几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去了西藏，为什么要去西藏？他要把整个权力、把整个的这种氛围，把它全部都巩固起来。结果没有想到，我们在央视的画面里面看到这些僧人在跟习近平打招呼的时候，他竟然有一个动作叫做齐刻印。这齐刻印，我们去查一下，不对劲你今天跟习近平打招呼的这个齐刻印，竟然是用来降魔除恶、摧毁邪恶用的。对，习近平就想说，哎呀，这群和尚手握钵笈之力，无足畏惧啊，他就特别跑到西藏去，带了一堆高官啊，都是党的高官。然后呢，就是要说我们来圣上来了哈，亲临来接见我们吧。所以呢，当然一堆我们讲的这个僧侣啊、和尚啊，就开始我们讲围在那边。但你也知道嘛，西藏其实最拥护的就是所谓的喇嘛嘛，对不对？但这些和尚当然敢怒不敢言呐，我又不可能真的跟你动拳动出，我又用拳脚攻击，对不对？我会被抓去。所以他怎么办？这些和尚呢，他有他的方法。你不要忘了，人家都是高僧哦。对，高僧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降法、降妖除魔。所以呢，就突然间看到这些高僧在跟习近平讲话的时候，他突然都这样子你的大拇指要按在你的这个中指的部分，然后就开始在那边绕，这个就叫齐刻印。那古代人我们讲齐刻印，在这个我们讲高僧里面是干嘛呢？降妖除魔，摧毁邪恶。所以这些和尚呢，就一边说习主席然后一边在那边手在那边真的后面就在施法。你看这个高僧有没有看到？你仔细看他的表情，他表情特别有戏。首先他先比了一个齐刻印。然后呢，在握手之前，我先比了齐刻印然后等到习主席过来的手要握到他的时候，他也跟他握，然后眼睛就这样就这样眼睛直挺挺，来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中间的那个骂的，他一直盯着习近平看，一直盯着习近平看可能在做法或者什么的。然后大家讲说齐刻印，当然这只是开玩笑啦，说不定他认真的我不知道。但是呢，习近平的目的倒是真的，为什么？他把整个藏族自治区弄得我们变得像四不像。理论上你要尊重人家当地的这个宗教以及文化，对不对？但他明明不是这样干。他说西藏各族人民永远听党话，感恩党，跟着党走的真挚情感。赵老师在讲什么？你在跟我讲西藏自治区，从头到尾都讲党。然后你仔细看他们跳这个舞，我们先不谈后面的大字写什么？衷心感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亲切关怀。明明是来镇压来维稳的，他跟你讲说来关怀。那跳舞，你知道最尴尬的是什么吗？开始都在唱一些很奇怪的怪歌。首先第一幕，藏族小朋友全部跑出来讲说：“您是我心里的太阳，习主席。”就开始在歌功颂德党。但赵，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很怪的一件事情？那不是西藏吗？对，那为什么是金片子呢？对，不知道就西藏的小朋友唱他们一些传统的歌曲也 OK 啊。No， 而且口音全部都北京话都是金片子。然后呢，更离奇的来了开始有一些藏族服饰的人出现，然后有一些解放军服饰的人出现。对，然后呢，两个人开始 everybody 说你是我的兄弟开始在那边勾肩搭背，就是解放军明明是要来打这些藏独的。那个有没有看到莫名其妙？为什么解放军跟这个我们讲西藏兄弟要这边跳舞？然后呢，还有说有一群人团结在一起，说在祖国的怀抱下展现幸福的新西藏全部都是这样子。但更恶心的有一幕，你知道是什么吗？就他们办了一个晚会就是周年晚会的表演，然后突然间有一个我们讲藏族的这个好朋友冲进来说。总书记回信啦！总书记可能我们讲肩挑200斤，走了10里寄信过来，然后他说总书记回信啦，就叫了我们讲震天尬响。那最后面你会发现全部每一幕其实都在干嘛？都在进行洗脑，都希望这些藏独的人呢忘记自己的民族情怀，忘记自己的宗教。所以这个文艺晚会根本就是个洗脑大会。对，而且我跟你讲你在整个文艺晚会里面，对不对？你听不到半句西藏话。通通只有金片子，就是要把西藏人变成北京人，把西藏人变成习主席的人 ，OK？ 所以他全程都这样弄嘛。但为什么会这么严重？其实习近平对于西藏耿耿于怀。我跟你讲，你越去接触的事情，代表你越害怕。他说呢，访问拉萨，中国领导人首次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的周年庆祝。来这是谁？《华尔街日报》写的，可能反映对藏族民众内心人不忠的担忧。换之，西藏回归已经这么久了，对不对？习近平有把他真的放下心来吗？没有嘛，他说3天2头一直跑到嘛，所以他才会加大力度，因为他最畏惧的是你有宗教嘛，像达喇嘛一样嘛。你看包括我们讲的相关的高官也在讲西藏自治区60年的辉煌成就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西藏的繁荣。一切分裂不是你现在好好的，你为什么要再提分裂？对不对？
破坏西藏稳定的图谋都注定失败，甚至是这是新华网自己写的充分体现习近平主席党中央对西藏工作高度重视，对各个干部的亲切关怀，党的光辉照耀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这已经连续2次，而且还我们讲大鸣大放、敲锣打鼓，跟你讲说我要来这边。其实他不只本人来而已，他是来派出什么？派出这些我们讲的青年好朋友、援藏干部。这个援藏干部是什么呢？他就是把学校一些大学毕业生反正他们现在失业嘛，没工作嘛，就抓来之后呢，来开始从事说所谓偏乡我们讲医疗相关的服务项目。但我跟你讲，绝对不是。他把这些重点项目丢到援藏，其实西藏希望他们援助吗？不是，是什么？职业学生盯梢。等于说完全派去那边洗脑他的，对，一边呢是要跟你洗脑呢中国共产党伟大，一边呢是要盯着你看你有没有干坏事，所以难怪这个西藏高僧得要用这种法印来降妖除魔，来我们讲的辟邪。为什么？因为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共产党不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也不是他们伟大的领导，也不是太阳，而是对他们来讲，我们讲的避之唯恐不及的邪恶。因为刚刚所看到，现在习近平除了对西藏加强管控之外，我们最近看到这半年之内，每一波的大清洗都是非常惊人。结果今天《纽约时报》他直接讲，为什么会有这所谓的大清洗出现？他认为习近平他换上一个叫做史达林逻辑。为什么？当你今天经济出现状况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进行这所谓的清洗。清洗完之后呢，你等于是整个过程当中，它变成一个死循环。包括你拿到权力之后，成为一个治理的灾难，再度来清洗，这一切都是习近平现在要经历的事情。对，现在《纽约时报》它本身就在分析为什么习近平上任，也就是说第3任以来讲的话，他的中央委员会，你知道中共来讲的话，他的中央委员会还有政治局的委员，基本上都是权力的核心。那中央委员当中来讲的话，基本上现在有包含10%左右的人都不见了，消失不见了。那为什么说你今天被选上的这些代表，这些选上的中央委员，为什么会被清洗掉？因为这势必一定是习近平下令把这些人清洗掉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东西？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本身的政策失败。我们都一直在检讨一件事情：习近平上来之后，他的经济政策，他的很多其他政策，基本上看不到未来，看不到中国的未来，经济一直在下滑。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纽约时报》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毛泽东也好，史达林也好，他们常常在干一件事情，就是说自己本身来讲，希望权力能够集中，整个高度的权力集中的情况之下，他没有人就告诉他说这个哪些政策是好的，哪些政策是坏的，所以他就是一意孤行，我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我就做下去之后，结果发现到完蛋了。这个整个是失败的政策，失败政策之后呢，就有人批评他，对不对？他受不了了，怎么办呢？就开始清洗了，因为治理的结果就是形成一种灾难。形成灾难之后，就是太多的批评情况之下，他就必须要开始清洗他的所有的异己，所以他把这个不同意他的人全部干掉，干掉之后呢，在另外一波更加集中权力之后，又没有人敢跟他讲真话，所以他又在进行一种这种恶性循环，不断的循环，也就是说，权力越集中，治理的灾难越大。治理灾难越大的时候，他又要靠所谓的清洗来巩固他的权力。所以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现在习近平呢，他已经进入到第3任了。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习近平有可能在任上一直像过往的皇帝一样，一直做到他死亡，或者做到他去世。真的假的？对，因为他永远可能不会交班，因为如果一交班的话，那就完蛋了，因为他有可能会被成为斗争的对象。就连所谓的垂帘听政可能都没有，也就是说，他一直做，像毛泽东这样，就是做到他死亡为止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习近平他现在进入到这个所谓的4中全会，因为北戴河会议已经结束了，对。那现在进入4中全会的时候，他正在证明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这几天不是出现在拉萨吗？各位知道，拉萨就是说西藏自治区它是成立60周年，习近平主要目的是所谓的参加那个所谓的60周年的庆祝大会。这60年来，其实没有中共的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出现在拉萨，也就是说，这是习近平，就是说中国首次有国家主席、总书记的身份到拉萨这个地方，这是第一次出现。第二个事情来讲的话，各位不要以为说拉萨可以随便去的，拉萨你要去的话，当然除了被允许之外，当然你去了之后，第一个你下飞机也好，或者是你坐火车上去也好，你基本上都会有高山症。对，高山症来讲的话，一般人来讲的话，头晕目眩啦。那氧气不够所以很多人被吸那个氧气瓶了。但重点是，习近平一下来之后，
这个展现是什么东西？展现他身体很好。他其实就是要告诉全世界的是，我今天老习我习近平的身体状况还可以继续再干下去。原来是要这样看的。他其实是在告诉全世界这个讯号。为什么最近不是有传出说他身体状况不好，8月准备下台了吗？对不对？那为什么会传出这个东西呢？因为他可能有生病啊，可能有什么疾病之类的都在传8月北戴河会议之后他就要下台。但是他告诉你说，北戴河会议之后，我今天就出现在拉萨。我今天就爬到最高山去，我今天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感觉说2天的活动2天的活动，他就那边这个神态自若的这个样子，还跟这些喇嘛还有很多这边拍照，目的在告诉全世界我身体是健康的，说没有亮红灯，所以我就可以继续再进行第4任的任期。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就是四中全会准备就在面试那些所有的中央委员所以他现在来讲的话，就告诉全世界，我今天可以足堪大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来讲会越来越集中，权力越来越集中，但是它的经济可能就救不上来。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